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的主题是您可能不知道的青花菜饮食迷思。各位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同样都是青花菜，同样都是天天水煮食用，有的人越吃身体越健康，有的人却在不知不觉当中伤害了自己的血管与肾脏。许多长辈习惯把刚洗前净的青花菜直接丢进滚烫的热水里，烫个几分钟捞起来，再沾满红色的浓稠酱料，吃起来酸辣开胃，口感爽脆，大家都以为自己吃下的是健康黄金食材。但拜托您先停下来，听我一句真心话，这样的美味背后藏住让人震惊的真相。青花菜里最珍贵的营养几乎都被高温破坏殆尽，只剩下没什么价值的蔬菜纤维残渣。更危险的是，搭配的重口味酱料会悄悄让血液变浓，血管变黏。这个看似无害的习惯，就像黑尘布满玻璃，阻碍血液流动，让负责过滤身体废物的肾脏负担超重。日子一久，肾脏功能悄悄下滑，等您察觉不对劲，往往已经错过最容易调养的阶段。其实，青花菜本身是公认的超级食物，被多家医学研究单位认可，对身体保健相当有益。懂正确吃法的人，它是保护身体的盾牌；吃错方法的人，它就像一把两刃刀，每天慢慢侵蚀健康。尤其超过60岁的长辈，面临血管与肾脏的老化问题，却大多没有察觉。我今天分享的不只是知识，更是守护您后半生健康的真心提醒。所以我诚恳拜托您，耐心把影片看到最后。看完之后，您会学到4个最重要的关键。第一，3项错误禁忌会让青花菜从营养圣品变成身体负担。第二，4种正确搭配方式帮助血管畅通，辅助肾脏维持机能。第三，精准的前置处理与烹饪方式，几乎完整保留所有珍贵营养。第四，活化萝卜硫素的关键秘诀，帮助身体对抗不良因子。现在就请跟住我，一起学会正确饮食观念，让青花菜变成保护健康的好帮手，而不是餐桌上看不见的隐藏危机。青花菜当中对中老年最有帮助的不是一般维生素，而是一种特殊的活性物质，叫做萝卜硫素。它是很强的抗氧化与抗发炎成分，医学界比喻为身体内建的防护系统。萝卜硫素被活化之后，会进入全身组织，修护受影响的细胞，减少常年累积的慢性发炎，从基础稳定身体状态。但很多人不知道，萝卜硫素并不是直接存在青花菜中，它像一颗沉睡的种子，需要关键酵素黑芥子酶才能唤醒。这种酵素只有在青花菜被切细、剁碎或仔细咀嚼时才会释出，一旦碰到沸水高温，很快就会被破坏。这就是吃法错了，再营养的蔬菜也吸收不到的原因。萝卜硫素正确活化并且稳定摄取，对长辈来说有5项很重要的帮助，不是速成效果，而是长期温和又安全。第一，辅助维持细胞健康。根据营养学研究，萝卜硫素能帮助稳定细胞保护机制，减少因年纪增长带来的细胞风险。它不是药物，而是天然的防护屏障。第二，帮助维持血管健康。青花菜当中的叶绿素与植物营养搭配萝卜硫素，能温和清理血管壁的微小堆积物，就像柔软的刷子，慢慢清理多余黏腻废物，让血液循环更顺畅，协助稳定血压。这正是超过60岁长辈最在意的问题。第三，帮助保护肾脏功能。肾脏是整天不停工作的器官，萝卜硫素能帮助活化体内的代谢酵素，减轻肾脏过滤系统的长期发炎负担。对长辈来说，这点格外珍贵，因为肾脏衰退通常安静无声，等到有感觉时已经为时已晚。第四，帮助维持骨骼与关节灵活。随着年纪变大，造成关节不适的酵素活性提高，萝卜硫素能适度抑制这类酵素，减缓关节老化速度，让膝盖、腰脊活动更顺畅。对撒摆上下楼梯、膝盖酸痛、天气变化、腰不适的长辈，
是很值得参考的天然辅助方式。第五，维持随年龄下降的视力健康。青花菜里的天然叶黄素与玉米黄素能滋养视网膜，减少蓝光与老化造成的伤害，对预防60岁以上常见的眼部困扰特别有意义。如果您真正理解并正确使用，青花菜不只是一种蔬菜，更是长期健康管理的好帮手。可惜的是，很多人就算每周都吃青花菜，却因为烹饪与搭配上的微小错误，几乎吸收不到该有的营养。所以接下来我要详细说明许多台湾家庭每天不知不觉犯下的错误，以及绝对不能一起吃的禁忌组合，不然您为健康付出的努力只会白白浪费。多数人最常犯的致命错误就是把青花菜丢进沸水烫软，再沾酸甜咸辣的酱油膏食用。这个习惯听起来无害，很多人还觉得这样最卫生最安全，但以营养科学与长辈健康的角度来看，这是非常严重的错误。不仅破坏食物营养，还会加重血管与肾脏的负担。首先，我用最浅显的方式解释为什么用滚水煮青花菜不如您想象的好。青花菜当中有一种极为珍贵的化合物，就是被称为身体保护者的萝卜硫素，但是它必须依赖黑芥子酶才能生成。问题就在翻完成，这种酵素非常怕高温，只要青花菜在沸水里超过1分钟，酵素就会被破坏，90%以上酵素不见了，萝卜硫素几乎就无法生成。这代表您吃青花菜想保健，身体却完全吸收不到最核心的营养。以我照顾长辈的经验来看，我看过太多案例，规律吃蔬菜，健康却没有改善，甚至经常胀气疲倦。原因不一定是身体虚，而是烹饪方式让食物失去了营养灵魂。除了萝卜硫素，青花菜还含有维生素 C 等多种水溶性营养。把蔬菜放进沸水烫过，再把汤汁倒掉，那些珍贵的营养也跟注水流失了。对青花菜来说，长时间水煮无益烧，营养坟墓高温破坏细胞膜，活性成分被蒸发或冲走，只剩下外表翠绿、内在营养贫乏的残渣。不仅如此，青花菜煮太久，天然结构被破坏，变得软烂不易消化。对肠胃功能变弱、消化酵素减少的长辈来说，吃这种结构被破坏的蔬菜容易胀气腹闷，甚至让人排斥吃蔬菜。这也是我陪伴长辈时最困扰的矛盾，吃了好食材却没有更健康，只因为饮食方式不正确。现在我要说更严重的问题，就是搭配酸甜咸辣的酱油膏。许多人沾酱油膏是为了盖过青花菜的生味与微苦，但很少人知道青花菜当中的丝胡萝卜素是保护眼睛与肌肤、延缓细胞老化的重要成分。酱油膏中的酸性成分会快速降低摄胡萝卜素的活性，这样搭配等劳把高营养成分变成低价值，甚至带来反效果。以科学角度来看，当营养素互相冲突抵消，身体不仅得不到好处，还要额外承受代谢负担。不仅如此，酸甜咸辣的酱油膏通常含有大量的糖与盐，对60岁以上的人来说，肾脏是最早受损也最难恢复的器官。糖会升高血糖，盐会升高血压，两者同时作用，会对肾脏的微细过滤单位造成极大负担。当这些过滤单位受损，就会逐渐硬化，过滤血液的能力下降，结果就是身体堆积毒素、疲倦、水肿，提高中风与心血管问题的风险。我看过许多长辈只因为长期使用这类调味料，付出了好几年的肾脏健康代价。所以各位一定要记住一个重点，好食材不会保护自己，需要食用者用正确观念对待它。青花菜是大自然赐予的珍贵礼物，但是用沸水烫煮加沾酱油膏的习惯，正在把这份礼物变成身体负担。尤其有高血压、糖尿病或肾功能不稳定的长辈，避开酱油膏与重咸重甜调味料是聪明的选择，不是牺牲享受，而是清醒地爱护自己。酱油膏浓烈的味道
会掩盖青花菜的天然风味，让大脑无法正确辨识营养，进而扰乱消化液分泌的反射。一时的美味享受，可能换来身体多年的默默承受。理解这件事，您就会明白，长辈的健康管理不在囊贵食材，而是从每天厨房里正确且持续的小改变开始。那么到底该怎么吃青花菜，才能真正保留营养价值，同时保护血管，减轻肾脏负担？尤其超过60岁之后，在我看来，这不只是烹饪问题，更是人生最需要被呵护的阶段。对待自己身体的态度，与其把青花菜丢进滚烫沸水，更合理安全的方式是短时间蒸，大约5分钟的水蒸气就足够让青花菜熟透。对长辈的消化系统更温和，又不会像水煮那样大量破坏黑芥子酶，把酵素保留下来，身体才能制造出珍贵的萝卜硫素。这种化合物能帮助维持细胞自我保护机制，减少慢性发炎。这是很多人忽略的重点，因为大家总以为蔬菜煮熟就好，但是对长辈来说，烹饪方式决定食物的真正价值。关卡调味，我想请您稍微想一想，青花菜本身不需要强烈调味就能发挥益处，用少量健康的植物油，像是橄榄油或纯芝麻油取代酱油膏，再搭配天然调味料，例如大蒜姜、少许淡盐，就能帮助血管放松，减轻肾脏负担。多年来与长辈相处，我发现就算只是调味习惯的微小改变，也能帮助血压数值与肾脏功能随着时间越来越稳定。这就是吃饱与滋养身体的差别。如果说水煮与酱油膏是第一个错误，那么青花菜搭配牛奶就是第二个禁忌，默默却对肾脏极为危险。许多人为了预防骨质疏松，增强抵抗力，选择每天早上把青花菜与牛奶一起打汁饮用。出发点是好的，但人体运作不是简单的好加好等根，更好青花菜还有草酸，牛奶则含有丰富的钙质，这两种成分在消化系统相遇，可能产生草酸钙，这是一种不溶入水的结晶，这些结晶不容易排出，反而容易沉积在肾脏当中，而肾脏功能已经随着年龄下降。一开始结晶小如沙粒，不会有明显感觉，但是时间一久，这些结晶会聚集堆积，形成肾结石。这些坚硬锋利的结石会严重伤害肾脏内部结构。长辈代谢比较慢，平时喝水量又不足，因此草酸钙堆积的风险更高。结石移动时会摩擦肾组织，引发发炎、疼痛，逐渐削弱血液过滤功能。令人遗憾的是，肾脏一旦受损，恢复能力相当有限。我至今还记得，住在云林的一位66岁的阿姨，她非常注重养生，每天早上固定把青花菜和牛奶一起打成汁，坚持了1年多。直到某天夜里腰间剧痛难忍，就医检查后才发现肾脏内已有结晶堆积，相关功能指标也偏离稳定范围。阿姨直到这时才明白，自己以为养生的习惯，其实一直在加重肾脏负担。更可惜的是，牛奶中的钙质没有办法进入骨骼强身，反而浪费在形成结晶上，间接让骨质流失的风险上升，形成一种让人不舍的恶性循环。很多长辈并不是吃的不健康，而是不了解食材之间的交互作用，无意间伤了身体。超过60岁之后，肾脏代谢能力本就会自然下降，一个每天重复的小习惯就可能慢慢累积成大伤害。所以我一直建议各位，不要把青花菜和牛奶放在一起打汁食用。如果当餐有吃青花菜，至少间隔1到2个小时再喝牛奶，减低草酸与钙质在肠道相遇的机会。第3个伤身禁忌是青花菜搭配前萝卜丝或是竹笋一起食用。这2种食材都是台湾家庭常见的配菜，口感清脆，开胃下饭。很多长辈觉得多种蔬菜一起吃，营养更丰富，帮助消化。但以60岁以上长辈的肠胃状况来看，这样的组合其则充满负担。青花菜本身纤维含量偏高，而且多属逆不容易分解的非水溶性纤维，
前萝卜丝经过脱水，矿物质与纤维浓缩，竹笋则纤维粗硬，三者加在一起，对肠胃蠕动变慢、消化力下降的长辈来说，会造成严重的肠道负担。年轻时肠胃有力，推得动这些粗硬纤维，但是年纪一大，肠道收缩力减慢，食物容易滞留、发酵、胀气，严重时还会影响排便顺畅度。这些粗硬纤维不只会让肚子胀、闷痛，还会在肠道内摩擦肠壁，影响营养吸收，让青花菜里的珍贵成分来不及被吸收就离开体内。更危险的是，肠道堆积的食物发酵后产生的毒素会被身体吸收，最终还是要由肾脏来过滤排毒，等诸无形中让肾脏加倍工作。很多长辈以为多吃蔬菜就是健康，却不知道吃错组合，反而变成伤肠胃、伤肾脏的隐形杀手。正确的饮食不是愈多愈好，而是温和、好消化，符合身体现况，这才是中老年养生的真正关键。接下来我分享3款适合长辈的青花菜黄金搭配食谱，简单好做，营养不流失，还能照顾血管与肾脏。第一款是青花菜搭配芝麻油或橄榄油。萝卜硫素属醚脂溶性营养，一定要有好油才能顺利吸收。蒸好的青花菜淋上少许芝麻油、蒜末，一点点盐调味，香气足，口感好，又能保护血管。第二款是青花菜搭配豆腐与鸡蛋，好消化的优质蛋白质，不会加重肾脏负担，还能补充肌肉流失，适合牙口不好、消化差的长辈。蒸成软嫩的蔬菜豆腐蛋饱，温和又营养。第3款是青花菜搭配大蒜与洋葱，大蒜中的成分可以帮助活化青花菜的营养，抗发炎、固血管。清炒之后香味浓郁，开胃又养生，适合日常3餐搭配。最后我把最重要的4大烹饪秘诀告诉各位，只要记住这几点，青花菜营养完整留住。第一，切好的青花菜不要马上煮，静置90分钟，让黑芥子酶充分活化。第二，用蒸的代替水煮，时间不超过5分钟，保留最多营养。第三，在外用餐吃到青花菜，可以搭配一点点芥末，帮助重新活化营养。第四，清洗青花菜时，倒扣在清水中浸泡10分钟，更彻底洗净杂质与残留。这些简单的小动作就能让青花菜从普通蔬菜变成守护健康的超级食物。中老年的健康从来不是靠昂贵的保健品，而是从餐桌上的每一个细节开始。今天学会正确吃青花菜，不只是学会一道菜的做法，而是学会保护血管，顾好肾脏，让自己晚年走得稳，睡得好，精神足。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您有帮助，欢迎订阅、按赞、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写下您守护健康的决心。祝福各位血管永远畅通，肾脏稳定健康，每一天都过得轻松、平安、幸福、快乐。